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2023年，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 C919开始正式投入了商业的运营。然而呢，随着 C919的市场投入，外界发现这款飞机无论是外形还是技术的规格，都与法国的空中巴士 A320极为的相似。那么 C919究竟是独立研发的成果，还是一架科隆客机呢？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中国大飞机计划的发展过程。中国大飞机梦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发展大型客机的想法，于是呢，一个代号为运10的工程随即启动。但是经过10年的研发，后来发现运10在技术上与国际的先进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最后不得不宣告这个大飞机梦的计划失败了。到了200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研发国产的客机。这次呢，中共是真正下定决心，将大飞机项目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到了2023年，历经了14年的开发和研究，大型客机 C919终于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款客机号称是中国民航市场首次自主研发的喷气式飞机。这是一款单通道窄体民航飞机，专为中短程的航线设计，标配是168个座位，最多可以容纳190个座位。C919的核心技术团队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原航空工业集团，吸收了波音、中空巴士与中国合作的经验与技术人员。例如呢，曾经参与过波音737与空巴 A32的中国组装的项目的工程师，后来呢，都进入到了 C919项目团队。那么这款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 C919为什么一亮相立刻就遭到外界的质疑呢？因为 C919其实是抄袭和克隆空客 A320的产物。据法国《解放报》等媒体的报道，中国在21世纪初从空中巴士公司购买了2架 A320早机测试机，其中一架注册号为 FWWBA。然而，这架飞机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民航系统正式注册，也没有出现过在商业航班的记录当中，更没有维修记录返回空客，就这样消失了。法国经济月刊《资本》近日也报道，推测这架空客机被拆解后做了逆向工程，由此诞生了复制客机 C919。那么这所谓的逆向工程呢，就是把原装飞机拆成了零件，然后再依样画图仿制，最后把仿制的零件重新组装。2025年1月，法国对外安全总局负责经济情报的前局长艾伦·朱耶在法国公共广播公司 M6 制作的纪录片中表示，21世纪初，我们向中国出售了2架 A320飞机，其中一架雷达上消失了，根本就没飞。2025年6月，在巴黎举办的航空展上，空客前情报搜集副主席派崔克·德奥在接受英文的《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呢，当 A320一夜之间成了一架幽灵飞机，当时我和同事们心就想，中国正在拆除它，他们正在复制这架飞机的每一个部件。当 C919出现时，我们立刻就知道这是一架 A320。而让外界最为质疑的是 C919与 A320在关键参数上具有高度的相似之处。我们来一起看看一组具体的数字。C919机身长度约为 38.9 米，翼展约为 35.8 米，高度约为 11.95 米。A320的机长高度呢约为 37.57 米，翼展约 34.1 米，高度约为 11.76 米。C919最大起飞重量是 75.1 吨，空重是 45.7 吨，标准载客量是158到174人，最大航程大约是5555公里，飞行速度是 Mach 0.78。而 A320的最大起飞重量是 72.5 吨，空重为 42.6 吨，载客量是150到180人，最大航程约为6100公里，飞行速度呢也是 Mach 0.78。为此呢，加拿大时事评论员龚子沈评论说， C919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工具，是为了实现自主创新的政治目的而去建造的飞机，
C919中国国产大飞机是在5月28号获得商业首飞的这个成功的认证。那可以说这架飞机飞了1个月，虽然目前来讲没有什么事故，但是仍然让人不放心，毕竟它是拼凑而成的，是山寨货，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不管是买来的、偷来的、换来的，总之就是全部都是大杂烩。那这样的飞机真的不能够真正的放心，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工程，是为了实现所谓的自主创新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而去建的这样的一个飞机。反正给我免费机票我也不会去做。就像中国的 P4 实验室由法国帮忙建造的，最后不是仍然要出事吗？因为法国撤走了，后续都是来中国人来运营的。你就算硬件是拿了西方的技术，但是软件还是中国人，你硬件本身又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的技术，你还是杂牌啊，再加上更不靠谱的软件，你真的很难说会不会出事。更何况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差，那么很多东西可能要偷工减料要节省成本。我不知道后面可能会出现什么事儿，但是一旦出现事儿就一定是大事儿。那么尽管 C919 客机被称为是中国高科技的旗舰产品，但是呢，它的关键技术仍然是严重依赖西方国家。英文大捷援引法国航空航天集团的说法称呢， C919 客机约80%的零件都来自于美国或欧洲供应商。例如呢 ，C919 的引擎使用的是美国合资的 CFM International LEAP-1C 的发动机。航电与控制系统国际供应商有美国的霍尼韦尔和通用电气，还有法国的 Helis。液压与电气系统使用的是美国的 Parker 和 Easton， 以及法国的 Measure Bugatti 等。起落架和制动系统的供应商是德国的 Liebherr 和法国的 Safran 等。台湾大学经济学学士黄世聪在关键时刻这个节目中有分析说呢，中国对外大力宣传 C919 是他们自主研发的大型客机。其实呢，这些飞机根本就没有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与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认证，只能在中国国内飞行。你看这个 C919 这个飞机，从飞机里面来说呢，我们刚才讲到几个，一个是雷达的这个飞行判读器，这是美国的 GE 的。另外包括像 Rockwell 这些公司来说呢，这个气象的雷达，还有电子的电控系统，还有这个模拟系统，这都是美国的。但有人会问，你说的不对，中国方面已经说明很多配件已经被中国国产品替代，已经替代的非常多了，没有问题。但问题就是中国一位重型燃气机轮的总设计师叫做顾春伟，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重燃机的3大部件，这个氩气机加上燃气室还有燃气透屏，需要大量基础的研究支持，还有长期验证以及经验的积累。没有长期积累的话，有钱你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举了一个例子，以发动机的叶片为例，中国现在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叶片。假设中国模仿了，即使模仿的跟美国叶片是一模一样，但是仅仅做出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叶片是需要经过验证的。为什么？因为叶片需要5万小时以上的安全验证。就是说呢，你真的要拿叶片跑5万个小时才能够认证成功的，不然你怎么知道？不是说能够做出来就 OK 了。这种认证都需要花非常大量的时间，而且认证方式也很重要。而且中国没能力做这个认证，为什么呢？因为国外有标准的认证方式，中国自己的认证方式完全不被国外认可。那么5万小时的飞行认证，这就意味着巨量的投资时间，还有巨量的数据探索，不然就不行。比如说呢，美国的通用电气是世界上唯一有复合风扇叶片跟密封系统组合的公司，他们非常厉害，但是人家光是设计、材料、测试、认证就要10到15年，所以中国根本就追不上。我才说中国你才发展了几年的时间，你大概5、6年你是不可能追得上，这都是需要时间的。针对抄袭与克隆的指控，中国商飞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直接回应，但始终强调融合国际先进经验与汲取空巴、波音优势的设计，在语言上刻意模糊了创新与模仿之间的界限。而到了今天，法国空客也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公开抗议或者是法律的诉讼。法国经济月刊资本的报道称，空客从未公开谴责任何事情，因为担心遭到商业报复。尤其是因为空客将在中国天津开设一家大型的 A320 组装厂，
当时空客呢也已经向中国出售了100多架客机。法国公共广播公司 M6 也报道，空客仍然拒绝承认这一事实。空客前高管德沃表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此，台湾国际政治学者张国成分析说，为了眼前所谓巨大的市场，法国空客的做法其实是赢了订单，最后输掉技术。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带着空巴的老板到北京，一次卖了多少架？292架，接近300架。但是中国政府说买可以，你必须在天津设立生产线。他们之前在天津已经有一条生产线了，但是呢，这个生产线里面的关键零组件还是要从法国来。所以呢，如果买292架，当然就有292架的关键零组件。习近平说，这些关键零组件请你们从法国运到中国来，在中国组装，然后其他零组件尽量在中国本地购买，除非是中国完全不能制造的，你才可以从法国做好了运来。所以呢，换句话说，292架的飞机，其实中国自己人赚的还可能更多，空客赚的并不多，但是这就是中国的策略。而且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很多人去学，在这个生产线学习，进而组装这个 A320， 也就是学习技术，包括组装的技术、管理的技术、生产线的技术等等，然后用来做中国自己的 C919 飞机。一做出来后就发现呢，这个飞机长相跟这个空客 A320 是一模一样，没有办法，因为就是同一批做过的人，自己依葫芦画瓢。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关键的零组件，特别像是引擎，这个中国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仿制的。习近平认为，中国买空客飞机可以，但是你们要加大输出的这种力道，最好让我能够自制。所以最后结果的就是，如果法国真的做了这笔生意，将来中国学会了之后就不跟你买了。空客制造了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所以说赢了订单，最后输掉的技术。最后的结果可能面对自己的技术来跟自己竞争了，这就是现在的现状。张国成还补充道，其实中共抄袭克隆飞机早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把这个称作为逆向工程。中国向来就是强调它的技术要自给自足，所以以前从苏联买飞机的时候呀，是买设计图和生产线，最好就是在中国自己能够组装起来。中国有一套技术叫做逆向工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苏联买飞机，比如说买轰炸机，这个现在买民航机是差不多的。他买进来之后，把原装轰炸机给拆开，拆成一大堆零件之后，中国就把每个零件想办法自己画图仿制，然后仿制出一批零件之后再装回去，看看能不能够飞起来。这个就叫做逆向工程。在1960年代，中国花了很多钱做这个事，当然组装起来以后呢，经常是没有办法飞的，于是再想办法怎么修改。虽然花了很多时间，但中国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它的人才，培养它的技术。最重要说，外国如果将来不供应呢，中国还可以自力更生。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